顾梅，顾梅醒醒啊！顾梅，啊！生日快乐！哎，你是谁啊？上学？哇，你化妆了！你看起来很不一样。果然福克精装，人看化妆还有衣装。惊不惊喜啊？意不意外？快吹蜡烛！吹蜡烛！先许愿。耶！谢谢。这里就是你的实验室。外面是金星家的陶艺花圃，大部分的时间金星都待在这个实验室了。这是他的发明之一——植物感应器，它可以让我们知道植物的情绪。可是我觉得植物应该感受不了什么东西啊。植物也能喜怒哀乐的啊，是人类太自以为是，觉得植物没有感觉。我同意。还有这个植物健康侦测器，金星说它可以让我们测试植物的状态，反映它吸收水还有太阳的能力。这个我觉得还蛮有用的。我们别聊仪器啦，上学才是今天的主角。哦，对，上学。今天你打扮得这么漂亮，刚才去哪里玩啊？你今天看起来很不一样，感觉很明亮。哇！生日怎么能没有酒助兴？哎，谢谢。上学你试试看，很好喝的。别酒变零落苍蝇哦。尝一点吧，如果不喜欢就别喝了。好，生日快乐！甜甜的，有水果味，好喝。好喝啊，那就干杯！哇！香雪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我跟你喝一杯。干杯！哇，为什么我的是酸的？来，喝多一点，小学喝完它。好吃。好吃同学。星星，来。我酸酸的。哎呦，好酸哦，太难喝了。我也要干杯。干杯！我们世界队得了冠军呢！香水，你知道他们的队长俊泽吗？他昨天带学校射箭队参加比赛，在我们学校落后的情况下，俊泽3箭全部正中红心，可见他有多么的厉害。那又怎么样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听说他居然说在考研之前，是不会谈恋爱的。对。所以他一定有问题啊！你才有问题啊！哦，我别人有问题，我就是欣赏他这一点呢。他就像唐僧一样，身边这么多蜘蛛精，完全拿他没辙。上学啊，你待会想去哪里玩？玩，对啊，你们要去唱歌，还是我们要去夜店？都知。哪里都可以吗？你说。我想去人文系旁边自动开灯的走廊。等一下，我有没有听错啊？你想要去探险，看有没有鬼啊？我去。我也去。走吧。
我不去了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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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对，睡太晚。小推你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你这么吵，狗都被你吓跑了。是啊，我要嘴不懂事啊！如果你们生气的话，找红头发的，红头发的啊！大雪，你不怕吗？一点点啦，所以才找你们一起啊。我们去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凶。哎，没有东西看的啦，我们回去喝酒了啊！这些没有科学根据的事，有什么好怕的？Stop！ 不是每件事情科学都可以解释的，好像那个啦，那个啊，他们只不过是某种磁场而已，只要你不多想，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对啊，没错。哦，拜拜。走。喂喂，不要再看了，我们回去吧啊！走啦！哇！叫什么叫啦？这里根本什么都没有，恐惧都在你想象中。那你们长这么大，我生不出啦！我又不是在叫你。人家穿的可是裙子了，你们放手啦！小雪，快帮我！起来，放手！起来，放手！跟我走。回家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哎，你看，因为有燕子在感应器旁边筑巢，飞来飞去的时候就会启动感应器啦，所以感应器误会把燕子当成人，即使没有人走过，它也会自动亮起来。以后我们就不用怕啦。上学，你喝了那么多酒，还可以那么冷静地分析，不愧是推理排行榜前10名。帅！小野，今年的生日是我过过最开心的了。这条裙子就像是我的幸运符，一穿上它，就那么多好事发生。可惜，它不是我的。明天要赶快送去干洗，才可以还给雪荣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拿。
下次不准喝那么多酒。俊泽，要不要一起去《消失的尸体》下册的新书发表会？我的生日愿望实现了。阿公，今年我只有金星、顾梅还有阿传帮我过生日。和喜欢推理的俊泽成为朋友。过几天我们要一起去看新书发表会耶。他们一定是你派来的天使，对吧？不止让我今年的生日过得不孤单，还很开心。谢谢你。给我的。上学，我刚刚接到通知啊，说那个礼物已经送到了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就好。对不起啊，我忘了，我这边比你那边晚了8个小时。现在你那边生日已经过了吧？对不起。下次我会注意时差的。一眨眼，你已经19岁了，亲爱的，你现在是大人了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你妹叫我了，我改天再打电话给你啊，拜拜。
快知道了。刘小姐啊，刘小姐，许小姐，这位是包太太，是这间房子的房东，她是许小姐，刚刚搬来隔壁的。这几天你有看到刘小姐回来吗？她没交房租，电话也不接，不知道在不在里面。 刘小姐不会出事了吧？啊，要不要报警啊？报警？我才1个星期没见她，不需要那么夸张吧？以防万一啊，她自己一个人住，出事了没有人知道啊。不要！我才不要把事情闹大。我想啊，她一定是没钱交房租，想躲我。刘小姐，开门啊！你不要躲在里面，你给我出来啊！ 查监控呢？你是说看大门的监控啊？看有没有拍到刘小姐回来吗？对，老吴，赶快带我去看看。可以，不过我要先问过经理，他要批准才可以的。没事的啦，可以的啦，走。谢谢你啊，徐小姐，我早应该想到这个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 没有，没有。哎，上学，你换了新发型哎，还戴了新眼镜。这件衣服也是新买的吗？设计还挺特别的嘛。这种风格很少见，设计师的创意挺特别的。创意特别？啊，我想到了。 像是著名的设计大师 Martin Margiela 所发表过的板川系列，还真的是这些绝版单品在网上的拍卖价很高的。上学，你是在网上的拍卖才买到的吗？李润，这衣服明明是穿反的啊。是啊。你们懂什么？这是时尚，颠倒顺序，内外反穿，多酷啊！ 哎，我都不知道上学这么有品味。对，真的，他第一天就很差。许小姐，你回来了。哦。我听了你的建议，看了大门7天前的监控录影，就是没有看到刘小姐回来啊。他不报警吗？ 坚持不要，可是我还是很担心他。你觉得我应该报警吗？我也是觉得应该，可是我又不知道刘小姐叫什么名字，也没有她的照片。我问包太太，她完全不跟我配合，什么都不要给我。老实说，刘小姐还不还租金，真的不关我的事。我只希望她平安没事就好。 还有啊，你是个女孩子家，你自己也要小心啊。嗯。还在，代表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人开过门。 刘小姐真的失踪了。
信用卡和电话费这么久了都没缴，Cheryl 不会是跟刘小姐一样都失踪了吧？你忧心你的前房客跟你邻居一样，也失踪啦。可是这边写 Shereen 你不是说你前房客叫 Cheryl 的吗？这个 Shereen 也许是他的昵称，或者是他朋友掉在他家。小学，你的推理小说看太多了。可是他的信用卡和电话费都到期了没付，除非他不刷卡，也不打电话。他可能申请别的信用卡，也可能换了电话号码，还是移民到了国外啊。那也不可能像人间蒸发一样，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可能已经被连环杀人狂杀了。凶手先杀了 Cheryl， 现在又杀了刘小姐，接下来……坐下。电影机荼毒了你头脑啊！阿传说的也有可能，我们应该深入调查，在他伤害下一个人之前，先破案，找出凶手。我们身处法治社会，只有疯狂学习，还有疯狂赚钱的渔民，怎么可能会有疯狂杀人魔呢？这里的治安虽然好，不过每年还是会有人被害或者失踪的。可是如果Cheryl真的失踪的话，为什么他的家人朋友没有报警？你们看，警方至今都没来过你家进行调查，这就表示他一切安好，没有失踪。如果他跟我一样，家人都不在身边，又没有好朋友，就不会有人知道他失踪了。哎，我们可怜的上学，原来你一直把你自己投射到Cheryl的身上啊！你别怕，别怕，有我们在。Shereen Ford 难怪 Shereen 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Shereen Ford， 福尔摩斯曾经的名字。还有，谁不是凶手？跟我一样喜欢推理。男性，这更不可能是 Cheryl。Shereen 毕竟不是 Shereen Ford。没有人啊，刚刚明明有声音的。老罗，我是阿明啊，好久不见，你还认得我吗？喂，喂，罗先生不住在这里了。那你还听电话？
小姐每一晚都从后门回家？嗯。有人开过门了。大树，请问刘小姐回来了吗？还没有啊，我早上看了昨晚的监控，都没看到她。这里只有大门口有监控啊。你们这栋是这样的，后面那几栋只有多几个地方装了监控。那后门呢？后门没有，旧公寓都是这样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可能有苦衷吧。正门不走，走后门，非正人君子也。你的邻居是个怎样的人？我没见过。还没见过？你不是搬进去一阵子了吗？可能他工作需要，还是他是夜猫子？有可能。我今晚一定要等到他。你打算守株待兔，彻夜不眠？嗯。有这个必要吗？万一等不到人，等到……喂，不会吧？这种事情很难说的。大半夜的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。这是小型监控器，可以直接连接到手机。如果有人经过，他会告诉你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好啦，与其为别人烦心，不如多关心一下自己。今天为什么戴眼镜？今天为什么没有化妆啊？外表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女生只有2种，漂亮的，跟好吃懒做的。这是一个看外表的时代，第一印象很重要的。想画就画，不想就别画，不要勉强。是没错，但女为悦己者容，想要吸引秀才，就得先打扮下自己。对呀，像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谁会想跟你去约会啊？太难了吧？一会儿见。
怎么会无端端消失啊？一定是凶手企图毁灭证据。可是现在窗户锁死，如果要将尸体运出，只有一个方法：走廊。可是女清洁工发现尸体的时候，修灯工人也在场。之后只有604号房客和经理经过，没有其他人了。所以室内最可疑的是604号的房客。也就是说，在605号这个密室中，尸体突然消失了。605号房的客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他一大早就办退房手续，过后又回来酒店，说落了一只耳环在房间，坚持自己上来找啊。之后就再也没见到他了。他的行李还在大堂呢。这么说来，尸体应该真的是605号房客人。但尸体消失，只留下血迹，窗户又锁死。走廊真的是唯一出路。女清洁工发现尸体的时候，修灯工人一直在酒廊上修理灯泡。除了经理和回房的604号房客，修灯工人也表示没有看到其他人。对不起，长官，还要等多久？一般来说，修灯为了避免触电，都会把电源关起来。你关了多久？会关，大约1分钟。开关在哪？那里。像刚才这样，你关了几次？前后有什么人来过吗？2次。第一次关灯前，走廊是没有人的。那开灯之后，清洁工突然大叫，慌慌张张地跑走。还有604号的房客也这个时候回来。第二次呢？第2次，经理就过来了。你修的是哪2盏灯啊？梯子又是怎么放的？那盏，还有这盏。修哪盏灯跟破案有关哦？真相藏在细节当中。照你这梯子的位置，你修灯的时候应该是面对墙壁的吧？是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在修灯的时候，走廊暗下来。即使有人在你背后走过，你也有可能没发觉。是。这房间做什么的？这是工具间。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，可以。
这门平常都不锁的吗？我们没有严格规定，清洁工为了方便不锁也罢了。尸体应该在这推车里。谁把尸体放在这的？你觉得是604号的房客，还是修灯工人，或者是清洁工，又或者说尸体不见的你？冤枉啊！我怎能在1分钟内跑过来又跑回去啊？加上尸体的重量，他的确不可能这么快。那么最可疑的人，就是一直在走廊上的修灯工人。不对，最可疑的是最早发现尸体的清洁工。你在干嘛？你今天跟那天看起来很不一样哎。那天在 Strangers Cafe 是我的生日，所以去做头发，还让发型师帮我化妆。生日快乐！希望不会太晚跟你说。你刚刚在想什么？怎么我来了你都没发现？我又想了一遍酒店内发生的事情。你说消失的尸体？修灯工人是唯一一个有足够时间把尸体藏起来的人。是这样说没错啦，可是清洁人员离开之后，走廊上就没人了。修灯工人可以趁的时候把尸体运去工具间，然后在经理回来之前回到自己的岗位上。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人更可疑。不然我们现在去书店，早点去就能早点知道凶手是谁。